你们想仆人、华人分个井水不犯河水，但中国也有一句成语，叫唇亡齿寒。仆人也好，华人也罢，既然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，守望相助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在过去的1年时间里，我们华人做到了这一点，但这一次，仆人能不能做到，就要看在座的选择了。说得好。真没想到，一场救国公债宣传要把恒丰裕的收购给带完，简直就是一箭双雕。我们客似云来，那些日资商号挂着高价，也门可罗雀，证明澳门人心里终究是爱国的。王姐，这下你该放心了吧？先生，柯医生来了。柯医生，柯医生，今天有个人一定让我带他来见你们。郑平，贤哥，郑平兄，郑平兄，郑平兄，托你订货的这些朋友是北方来的吧？没错。我说呢，怎么会要这么多过冬的物资？还有这些巨量的胶鞋、黄销、五金、伤药和手术器械。几位老板都是明白人，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东西都是供给华北帝后的。你是说？我是说，坚持在华北帝后抗战的中国军队。华北帝后当下处境之艰难，可以说怎么形容都不为过。在日寇的三光政策下，整个华北已经是无村不带孝，到处是狼烟。加上华北这2年连续遭灾，雪上加霜，部队吃不饱，穿不暖，伤兵员缺医断药，每一颗子弹打出去，弹壳都要捡回来复装7、8次。就这样，每一支枪发到的子弹数量，也经常不超过5发。部队都艰难到这个地步了，实际情况只有比我说的更严重。我说个数字吧，晋察冀根据地刚刚做的调查，部队官兵平均体重还不到92斤，这还是全力保国命的一线作战部队。后方机关条件更加艰苦，光是因为营养不良和缺乏御寒衣物病倒的干部，就超过了30%。郑平兄，这些货什么时候要？越快越好，越快越能解华北帝后的燃眉之急。我来想办法。看什么呢？香港的一位朋友送的。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好，再看一遍就睡。何先生，你这回订的货怎么跟重庆以往需要的不一样？反倒更像是北边需要的货。都是订货，谁来用，用在哪里，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区别。可你也知道，葡萄牙政府一直是坚决反共的。你别忘了，在澳门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，就是日本人。我发现，不管每次遇到什么问题，何先生总是能用最简单的道理说服我。好啊，我反正只负责给恒丰裕供货，其他的我一概不问。谢谢。那这批货什么时候能集齐？有很大一部分我手头就有，至于其他的，
给我半个月的时间。好，那我们一言为定。没问题，一言为定。Sou eu. O que disseste? Que motivo? Que raio de passe? Certo, vou tratar disso imediatamente. 出什么事了吗？我公司的一批货在拱北通关的时候被日军给扣了，理由居然是没有择机关开具的狗屁通行证。择机关？什么时候通关还需要他们的通行证啊？ Diretor Lobo! Calma. Que diabos está a acontecer? Por que minha mercadoria foi perdida em portas do cerco? E agora, por favor, explica-me. O que é esse passe da agência só? Senhor Rodrigo, não é só sua. Desde as primeiras horas desta madrugada, todos os navios e cargas portugueses com destino a Cantão, Hong Kong, por terra ou mar, foram bloqueados pelos japoneses. O pretexto é mesmo. É necessário apresentar passes emitidos pela agência SOL para liberar qualquer coisa. Com que direito? Com qual direito? Isso é claramente uma retaliação pelo governo ter recusado as condições deles. Diretor Lobo, os japoneses só querem proibir atividades anti-japonesas dos chineses em Macau. O que é que os portugueses têm a ver com isso? O governo não pode sacrificar os nossos interesses por eles. Exatamente. Como sobrevivemos? Eu compreendo as preocupações de todos. Já estou a contactar a parte japonesa o mais rapidamente possível para negociar, tentar devolver a mercadoria no menor tempo possível. Fiquem tranquilos, pois certamente darei uma resposta a todos. Faça isso o mais rápido possível. 破破的事纯属误会。上次日普联席会议，对方不是指责反正明明获得了联合技术权，确保走私猖獗的责任推给澳门政府吗？既然如此，司令部也不想诿过有人，所以才下达了严令，开展一次查禁走私行动而已。你该查走私呢就查走私，可为什么把澳门铺商的货全扣了？难道所有的铺商都是走私犯吗？是不是总要核查过才知道吧？罗北局长放心，司令部已将核查工作交给了我子机关，只要核查确认不是走私，所有商船货物一定完璧归赵，保证放行。这还差不多。那核查需要多长时间呢？这个嘛，短则10天半个月，长则1年半载。总之澳门的防御活动什么时候平息，我统筹出来，一定第一时间迅速核查，确保澳门葡商的合法利益。 1年半载，葡商被扣的货大部分都是生活物资，1、2个月就霉烂变质了。你核查完了，我卖给谁去？泽大总，你可别忘了，咱们葡日两国可签订了正式的商约，你这属于赤裸裸的违约行为。我只是在流行公务，说一件道一万。澳门是葡萄牙的澳门。 大日本帝国也始终希望与澳门葡人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。只有贵政府与澳门葡人要不要为了那些不想干的人合适，偏偏跟自己过不去，就看你们的选择了。茶喝的有点多了，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。
谢谢高会长。怎么样？报浦政府已经决定了，后天上午10点，就日方提出的条件，重新投票表决。据高会长初步摸底，由于浦上闹得太凶，导致政务会议成员半数态度都发生了动摇，情况不容乐观。形势虽然严峻呢，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。我是个医生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政治嫌疑的大忌。只有从根本上找到病人的这个病因，对症下药，才能彻底的医治。澳门也是如此。之所以澳门一直被日本人轻易的拿捏，就在于澳门有它根本的弱点。澳门根本的弱点只有一个：交通。没错，澳门天生就是一座孤岛，一切的民生和经济完全依靠对外贸易，而日本人现在占据了周围所有的地区，一旦他们用出封锁这一招，澳门马上就会陷入绝境。这国内外的进出口始终被日本人卡住脖子，只不过现在是轮到了蒲商的头上，这确实是个老大难的问题，很难解决。梁老，我倒觉得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，而且条件已经成熟了。组建一条多方合作的地下物资运输线。先不说这大豪帮，历来就是澳葡政府的缉私对象。你提什么？共产党？你觉得我们国民党能和他们合作吗？梁老啊，这都是中国人，为什么非要分个彼此？不是我要分彼此，是共产党要另立山头，不服国民政府的管辖。现在重庆方面跟他们是水火不容，你这个时候你让我澳门党部跟共产党合作，可能吗？梁老啊，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什么？是怎么能让澳门的葡华两界团结起来，连葡人和华人都能够争取团结。中国人之间为什么不能也团结起来，一致对外呢？梁老，别的事情我不清楚，但我知道，香港沦陷之后，我们一路从香港逃亡到了澳门，欧大队长不顾生死救了大家。澳门粮荒保护印钞纸，靠的也是欧大队长跟他的游击队仗义出手。梁老，这些都是咱们一起经历过的事实，人家都没分个彼此，甚至什么条件都没讲。我最近看了2篇文章，是一位香港的朋友给我的。一篇是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，另一篇是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。梁老，我不是共产党，不会跟你搞宣传，这你应该相信吧？当然，对你我是信得过的。这2篇文章，每一句讲的都是团结，不分阶层，不分党派，不分民族，不分国家，甚至要求共产党员都要跟国民党党部合作。人家是这么说，更是这么做的。而澳门就是最大、最直接的受益者。梁老，共产党都没有分彼此，为什么在您这儿就要分个3、6、9等呢？共产党真能那么无私，给我们运物资？
梁老，过去这么多次事实，还不能证明吗？我相信，只要是为了抗战，欧队长跟他的游击队绝对二话不说。离开镜湖？为什么？不单是离开镜湖，有些你过去的朋友呢，最好也远离一些，尤其是何贤。贤哥？他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听到什么对他不利的消息了？你说啊！实话跟你说吧，今天在择机关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何贤已经上了日本特务监视的反日分子名单，而且是重点关注的对象。因为你在香港的事情啊，日本对你的疑心是一点都没有打消。而且现在梁老搞的这个公债劝募委员会，又是他们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那日本人的手段有多狠，你比谁都清楚啊！你再待在镜湖，随时会被连累，甚至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呀！英文，我说这些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！你千万放在心上，别再待在镜湖了，千万别再和何贤有任何的来往了。谢谢你，洛白博士。我会按照你说的，尽快辞掉镜湖小学的工作。真的？我还担心你会拒绝我呢。另外，8重天还缺乐手吗？你是说，你要回8重天？我从这里辞掉工作，我总是需要一份新的工作的。我这个人除了拉琴，别的什么也不会，所以就在想，如果……不用说了，只要你肯回来，8重天乐队的首席就还是你的。谢谢。让我给葡萄牙鬼佬运货，他们想得美。三爷，过去澳门几次陷入绝境，无论是运粮、港币战，还是偷运英钞纸，大豪帮都是仗义相助，从来没说过半个不字。为什么这次就不行了呢？救澳门啊，是跟你们合作，是替自己兄弟还有澳门的中国人办事。这些鬼佬算什么东西啊？我凭什么帮他们？我知道，政府和葡商对您和大豪帮是有一些不公正。哎，那叫有些不公正。哎呦，这么多年来啊，他们把我们大豪帮啊定为海匪走私犯，他们缉拿过我们多少船，通缉了多少人，在他的苦窑里又关过我多少弟兄。可那毕竟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好，我们不论过去，就讲眼下。他们跟那个日本仔签了那个什么7项合约，废了木帆船，剩下的那个电扒机船啊，也全都得在这个港务局啊注册之后才能航行。这个你知道吧？知道。我大豪帮啊，8成以上都是木帆船，这么一来啊，就断了我大半的活路，剩下2成的电机船啊。我也总得跑一些正规航运，替弟兄们赚一些干净钱吧。我把注册申请啊递到港务局，你猜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没通过。何止没通过？这个罗德里啊，仗着自己是葡商的头头，港务局的总监督，说这个什么注册船只的名额太少，日本人给的太少，留给他们这个葡商都不够，还说我们这一群走私犯，晚上偷偷摸摸跑几趟就行了，还来占什么这个正规船儿？他真这么说啊？就是这么说，连正眼都没有瞧我。这个罗德里呀，偶像啊，这还是我们一起拼死拼活替澳门运来了救命之粮之后的事啊。这个罗德里呀，端起碗吃老子的饭，
放下筷子就摆他仆人大老爷的谱，逼得我们大豪帮没有活路。现在他的货被日本人给扣了，倒想要我救他。对不起，办不到，门都没有。三爷，这件事确实是罗德里做的不地道，但当下是特殊时期，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，大家合作组建地下物资运输线，不单单是为了帮助普商脱困，更是为了支持国内抗战大局的需要。大豪帮向来忠义当先，三爷您更是心胸如海，我相信，为国为民，您一定会大人不计小人过的。要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呢？那不然这样，航海俱乐部在港务局注册船只的数量，我再向罗德里帮您争取争取。您原先申请了几条？5条，不过现在5条可不行啊，我要翻倍，少1条都不行。行，我帮您争取，这行了吧？这还不够。您还要什么？我要罗德里亲自向我黄山河倒茶赔罪。三爷，这就不必了吧？伙尚，是这个罗德里瞧不起我大豪帮在先，难道他不该向老子倒茶赔罪？要是他不干普商的货，我大豪帮也没有办法帮他运。大豪帮和共产党的游击队，难道你真有办法搞定这2尊大神，以后帮我们普商运货？那就要看明天的投票，您能不能稳住普商了。要是真的能一劳永逸解决澳门的货运，从此不再被日本人卡着脖子做事，我保证，普商那边投票不会出什么问题的。只不过政务会议中，普商的比例才不到1半，政府才是主角。光靠我一个人，这力量恐怕远远不够。这个你放心，我已经约了骆柏局长，跟您谈完了之后，我就去巴冲天。澳门的贸易要是保不住的话，骆柏这个经济局副局长也就别想干了。你找他就对了。既然大豪帮肯帮澳门普商这么大一个忙，你这边是不是也应该有点什么表示啊？不过现在5条可不行我要翻倍，少1条都不行。什么10条注册船额？他可真会狮子大开口。够划得来了，人家可是帮着全澳门的普商解决了最大的难题啊。上次船只注册的那件事情呢，我也确实把黄三河卡得太狠。这样吧，我自己的公司给他们让3条船的名额出来，剩下的我只能再找其他的普商去想想办法，这总可以了吧？那就这么定了，剩下的事情也就小事一桩了。还有什么？既然你们双方要结盟，那总要跟黄三爷见个面吧，当面敲定各不反悔。到时候我带着三爷登门，你呢，过去有什么对不住人家的地方，你就倒杯茶，说些好话。贺先生，你这是让我向到黄三河倒茶赔罪是不是？怎么，不应该吗？他一个走私帮会的头子，我可是……你可是前澳门总督之子，让你倒茶认错，怎么可能呢？是这样吗？好，那今天就当做我从来没来过。你们普商自己的事情，自己解决吧。等等，着什么急呀？有话慢慢说，先坐。罗德里先生，正是你口中的海匪，在澳门陷入绝境的时候，为澳门送来了粮食；在港币战，整个澳门的营业岌岌可危的时候，他们倾注了所有，扛住了战局。发行新钞的特种印钞纸，也是他们拼上了性命运回了澳门的。
你们受他们的恩，现在凭什么高高在上又看不起人家了？好吧，这杯茶我给他倒，可以了吧，贤哥？到时候说话记得客气一点。如果觉得自己亏了，我给你倒茶，倒10000杯都行。叔叔，你看，后面有日本人的缉私船。弟兄们，走前面的岛礁，咱们的船小，穿过去，小日本就追不上咱们了。叔叔，又撞上了！该死的捕鬼，转向！快转向！转向！快转向！转向！转向！贤哥，等一等，刚刚收到个消息，出了个事。您说。阿哥，怎么了？三哥，我们的船被抢了，其他的弟兄都没了。妈的，谁干的？日不联合缉私队开的枪，还有罗德里的商船，帮他们拦了路。罗德里的商船。有艘船回澳门，赶巧不巧，刚好碰上了港务局缉私队在追一条大豪帮的货运走私船。缉私艇上有日本监督，非要我的商船配合他们拦截一下那艘走私船。船长没办法，只好拦了一下航道。不过船长说他们船小速度快，我想他们应该能够逃得掉。好了就好。我现在担心的是黄三河那边会有什么误会，以为我故意跟他们大豪帮为难，所以追出来，拜托你帮我带句话，跟他们道个歉，解释一下就行。知道了。这样，我现在去找三爷，把话带到。好，那就拜托了。三爷去了横青岛啊，那霞少呢？傍晚的时候，三爷飞鸽传讯，叫霞少也赶过去了，说是有急事儿。知道是什么事儿吗？不知道。怎么就这么巧？飞仔，我有急事，必须要见到三爷，能不能麻烦你派一条船，我找个人去一趟？行，我这就去安排，1个小时之内出发，半夜应该就能到。好。拿酒。我叫你拿酒。老板，打烊了，你先走吧。拿那么多钱拿酒啊？醒了没有？我问你醒了没有？我不要你管我。你走啊！我不让你管我。阿成，阿成，你要把自己折磨到什么时候？我知道，玛丽走了你很难受，但她如果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她知道了她辛辛苦苦建立的澳门站，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她能开心吗？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？金公子，我拼过命啊！可结果呢？害死自己最爱的人呢。先跟我也劝你啊，不要以为天塌了都要你自己顶啊！等你落到我这步田地，你想后悔，晚了。
你累，累就歇歇，没人怪你的。我也想歇一歇，我也想什么都不做，但日本人不让。你知道吗？这帮狗东西又搞名堂了，又一次将澳门推向了生死的边缘。明天就是关口了，我们必须要扛过去。但现在，万琪病了，紫霞也不在，光靠我一个人，我根本就扛不住。阿长，我需要像你这样的兄弟振作起来，帮我一起分担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有什么事情你说。罗德里有几句话，今晚必须要带给三爷。但三爷现在人在横青岛总堂，不是大豪帮相信的人根本就进不去。我今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实在是脱不开身。只有你能帮我去跑这一趟了。好。一满，你真的不需要换间房子吗？这个屋子小，还靠近电梯，有点吵，会影响你休息的。不会啊，靠近电梯出行方便嘛。哦，洛柏博士，谢谢你了。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你能来8重天，我求之不得呢。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。嗯，好的。另外呢，这几天日本人的事情，搞得我有点焦头烂额的。明天就要召开政务会议进行投票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带头投票否决禁令的。洛柏博士，我替所有的中国同胞谢谢你。哎呦，你不要这么客气。哥哥，你会保佑我的吧？What's wrong with you? Mary Jones， 新聘用杨昌先生为本站秘密情报员。杨昌先生，欢迎你的加入。当场就打死5个，整条船的走私货物咱们全部缴获了。要不是要赶在那个船沉的时候把货全部搬上岸，那跳船的几个咱也都能抓住他们。机关长，这整船的货物是好几10根金条呢。罗德里的山庄也参与了拦截，击碎队的命令他敢不拦？
这就好，不想跟华人互相拆台，比打掉大豪帮一条走私船重要。这笔货就交你特务队了。ありがとう。老胡啊，不过也不能白拿啊。你马上准备10根金条，等一下送给陆白。为什么要送给骆白？奥部长和第2次投票在先，陆白在政府官员中影响力不小啊。对这种人啊，有的打，有的拉。你这懂不懂啊？骆白那家伙见钱眼开，你刚做这手笔，管用，送。你是说罗德里真的答应了，还愿意给黄三河倒茶赔罪？事关全体仆商的出路，这点轻重，他还犯得起？哎呦，这个罗德里啊，一直是眼睛长在脑瓜子顶上，让他服软不容易，有他带头，仆商啊，没问题了。那政府这边呢？哎呦，葡萄牙政府极其反共，地下无字线的事情，政府这边只能按理搞，不能摆在明面上。这样，我私下里啊找总督透透气，再拉2、3个靠谱的，加上罗德里，这样的话，明天的票应该没有问题。那投票的事就全拜托你们了。放心好了，我答应的，一定会办到的。对了，我也有2件事情想跟你说。乔一晚，下面有请著名小提琴家八重天首席乐手乔云婉小姐闪亮登场。重点反日分子，就这件事儿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你早就知道了？你还不当回事儿啊？日本人可是全天候在监视你，你得当心点儿。放心，黄公杰只是做做样子，想监视我，他没有那个胆量。还有什么事儿？哦，还有。殷晚应该跟你说了吧？殷晚啊，什么事儿？老板，不好了，乔小姐出事了。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跑到我们特务队的楼下，还敢问我想干什么？住手！殷晚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他妈还想知道是谁让这个反日分子跑到这里来登台的。是我。怎么了？黄队长，八重天是我落摆的，乔小姐是我请来的首席乐师。你的特务队在楼上想耍威风去那里，在这儿还轮不到你撒野。你们是真要跟皇军和特务队作对是吧？王高进，你干什么？让着。
每个一每节，若被局长的枪子，是你上演的地方吗？まだ銃を持ってんのか？銃を直せ！若被局长，先生，乔小姐不好意思，是我幼小不严，打扰了您的表演，对不起啦。乔小姐，你謝れ。乔小姐，对不起。有幸又向乔小姐重返八重殿，请受耳福。大家欢迎乔小姐的精彩演出吧！你点亮寒夜里的那一盏灯，照着孤舟你心中的那些人。我回望烟尘弥漫的那一座城，也许能依然听闻风起潮生。你是远方未熄灭的梦，是心中未尽的回声，是此刻穿越人间后夙愿的相逢。你是岁月未忘记的人，是眼中未冷却的永恒，是我会以余生去追寻的路程。你留下黎明前的那一扇门，像这洪流前行中的那些人。我走在万家灯火的那一座城，也许能悄然留存风中月。